女人的胸口插着一根木桩，手术台上到处都是血，她的丈夫亲手杀死了她。看着一片狼藉的手术室，世景彻底傻眼了。韦奇居然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就算是变成了尸鬼，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韦奇说自己不能任由牺牲者再继续扩大，他要开始狩猎尸鬼。世景只是定定地看了韦奇良久后，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。不管标榜着怎样的大明大义，杀害他们都绝非正义。他不想杀戮，曾经的竹马彻底分道扬镳。世景回到家中，发现自己的手稿散落了一地，他捡起来一看，发现上面被人用蓝笔写上了标注。夏野死后的头七小车又出现在了他的窗外，每天都会为夏野献上一束鲜花。他身后的高树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神秘的影子，但他一扭头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韦奇叫来了几个朋友到咖啡馆密谈。如今村子里每天都有人死去，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人敢出门。韦奇先提起了之前玉美婆婆引发的那场同福家是活死人的骚乱，他想要验证玉美所说是否属实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，不然就去掘开耐须的墓，里面肯定没有尸体。而面对摆在面前的真相，这些人完全不愿意相信，觉得韦奇不过是在凭空想象。一人直接摔门而出，剩下的岔开话题，说什么挖坟盗尸的现象很常见，他们受到的是近代合理主义的教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妖魔鬼怪和魔法，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，突然间无法将其颠覆。他们宁愿相信这只是一场传染病，等到被外面发现之后就会很快结束。韦奇知道他无法叫醒装饰的人，只好放弃了这条路。他来到村公所，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帮忙看门的龙文先生告诉他，所长得病了，只能夜里办公。其他职员也都配合的将他的上班时间改到了晚上。韦奇觉得奇怪，于是躺在河边一直等到了晚上7点再去看。果然职员们全都到了。韦奇来找石田先生，却被告知对方已经失踪。他们关于9月之后村里的死亡人数，得到的结果是0人。这一下韦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里的职员全部都是尸鬼，韦奇才不相信他们的鬼话。不说别人，安森家父子就是死在9月的，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？听到这里，尸鬼笑着拿出了安森一家在8月底提交的迁居申请，他们早在9月之前就已经申请搬家，所以死亡之前就不算村里的村民了。韦奇突然想起很久之前尸警来找他说过很多人辞职和搬家的事，但他却不以为然。现在想来，尸鬼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掩盖村民的死亡。韦奇不会再任由尸鬼们为所欲为，他还有村民们的死亡诊断书，如果他将这份报告拿到村外，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到时候政府绝对会介入调查。而就在这时，林子后面出现了同福夫人千鹤的曼妙身影，他威胁韦奇不要轻举妄动，而且在近期之内他就会去拜访，也就是说韦奇自己的时间都所剩无几了。外场新开的殡仪馆毫无疑问是尸鬼的手笔，村里的人死的太多，寺庙根本忙不过来，于是大传家的葬礼就交给了殡仪馆办理。但谁能想到负责殡仪馆的主持是个小丑，愣是把一场葬礼办成了戏剧，这让秉承传统的村民们目瞪口呆。殡仪馆表面上在举办葬礼，但实际上干的却是偷尸体的勾当。棺材在葬礼结束之后就会被调包，空棺材交给医术，尸体留在地下观察是否会进行尸变，这一下就省去了他们挖坟的麻烦。殡仪馆就是为此而设立的。与此同时，公子的葬礼也在医院隆重地举行着。因为害怕真的是传染病，医院的护士们都不被允许进入厨房帮忙，但韦奇的母亲却颐指气使地让他们干这干那，从此无法忍受地哭了出来。他们领起医院的工资，凭什么听一个老太婆的指示？要把她开除就赶紧！医生完全不关心小雪的失踪，那他也不想在这里干了。市井虽然和韦奇决裂，但还是来主持了公子的葬礼。葬礼之后，护士将聪子的辞职信交给了韦奇。当时的韦奇忙于公子尸变的事，完全没有将小雪的失踪放在心上。其他的护士也都对韦奇的态度难以接受，但都是因为同情他才没有辞职。双月祭祀之日即将到来，村里的男人商讨着要将今天的祭祀大办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似乎完全不关心死去的人，或者说不想去关心，也没有人愿意相信韦奇。此时的韦奇可谓是心力交瘁，而就在这个深夜，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正是已经死去的夏野。但夏野的眼睛依旧正常，似乎并没有变成尸鬼。夏野问他现在是否还认为小慧已经死了。小慧确实是死了，只不过是还能动而已。于是夏野转身离开。你并不是孤身一人。德次郎最终没有成功尸变，奈绪的亲人复活计划又失败了。他的父母都是烂赌的酒鬼，为了逃债扔下年仅6岁的他跑了。他从小就渴望父母，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。而和深爱着他的安森结婚之后，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亲爱的丈夫和儿子，堪比亲生父母的公婆。所以在被变成尸鬼之后，他想要大家变得和他一样，但他接连杀害了家里的所有人，却没有一人成功尸变。
他的体质应该是继承他的人渣父母。善良的人全都死去了，大家肯定在什么地方安详的长眠着，只有他去不了那个地方。当时邀请童夫家进门的人是他和纯子，为什么他们家遭了殃，纯子家却安然无恙？奈绪跑到了纯子家的屋前，面容极度扭曲，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每次杀完人之后，小车都会到下野的屋前祭拜，童夫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傻子要他到监正去，被召唤到监正就意味着要被制裁，其中被沙子召唤是最可怕的，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杀掉，但沙子却只给他端了一杯茶。他听说小车因为杀了夏野而痛苦不堪，但要是自责的话，必须要做到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地步才行哦。傻子给小车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从前在土葬非常普遍的时候，他有疼爱他的父母和富有的家境，但是在有一次的宴会上，他遇到了一只吸血鬼。再次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躺在漆黑一片的棺材中，他害怕的哭喊着，直到有人发现把他救了出来。但是他却袭击了他的恩人，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。回到家没多久，他就被送到了另一座城市，被关在仓库里，每天有女仆给他送一次饭。他不吃饭吃人，于是每天来的都是不同的女仆。即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，父母还是想要抚养着他。他在仓库里学到了很多知识，明白自己是怎样的生物后逃离了仓库，靠着在路上不断的杀人吸血回到了家中。但是家人已经全都搬走了，他开始四处流浪寻找自己的家人。年复一年，回过神来，已经来到了连他妹妹都已经离世的时代。傻子和小车说这些是觉得小车应该能明白他的心情。又杀了很多人的小慧一蹦一跳的走在路上，正好遇到了尸变成功的田中。他一见小慧就生气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袭击自己。小慧非常不屑，你自己不也这么干了吗？尸鬼在刚刚苏醒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放一两个虚弱的人给他们当食物，田中都没放出来，说明他已经杀过人了。接下来他就要自己去找食物。小慧建议他对家人下手，因为他成功尸变了，那家人死亡后尸变的概率也很大。话虽如此，小慧却没有袭击过自己的家人。第二天晚上，田中来到了自己家门口，但是没有受到邀请，他是无法加入的。而家里的狗也突然冲上来，对着他大声咆哮。妻子推开门训斥狗大半夜乱叫，结果一低头，田中正趴在他的脚下。妻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她以为是丈夫的鬼魂回来了，手脚并用的朝着屋子里爬去，却没想到田中一把拽住她的腿，流着泪将她拖出房间，一口咬下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军和小赵没能等到唠叨的母亲叫他们起床，推开卧室门一看，母亲躺在地上，脖子上是被尸鬼咬过的牙印。姐弟俩惶惶不安，认为是小慧将他们一家赶尽杀绝。小赵知道事到如今他们不抗争就只有被杀的份儿，于是跑去神庙买护符，让小薰在家里消木桩。走到半路，那群老头老太仍旧在屋檐下事不关己的闲聊，什么玉美婆婆母女俩一起失踪了，一到晚上总感觉有人在，还有人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前田家的严先生。听到这里，小赵突然飞奔回家抢过小薰的木桩，又急匆匆地跑走了。双月祭典的练习已经开始，尾崎和夏野进行着密谈。不久之后，整座村子的人都会被转化成尸鬼。想要逆转这种情况的机会只有一次，那就是在那群尸鬼确认胜利已经到手之前。在此期间，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，他们都要耐心等待。尾崎表示自己不打算说服和交涉，他要将尸鬼全部消灭。夏野也是这么想的，当然包括他自己。小昭来到了听说有已死之人出没的房子，发现房间都从内侧上了板子，阻止阳光透入。他狠下心砸碎大门，提着手电筒进屋查看。屋子里空无一人，他到处寻找了一番，最终在窗帘后的壁橱里找到了前田家已死的严先生。小昭颤抖地拿起木桩摁在严先生的胸口，他要亲手消灭这些杀人犯。然而正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陈四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等到小昭再次醒来，他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柱子上，而他面前的尸鬼缓缓睁开了眼。